在国语日报上，我看到有关赖赏的一篇报道，那孩子都觉得赖赏非常非常的伟大。有一次学校的朝会，校长就邀请了洪主任来为我们演讲。校长在介绍洪主任的时候，刚好就讲到说，洪主任他把他的退休金拿来买地造林。然后听到这里，班上的孩子就惊呼了一声，就很惊讶。原来我们台东也有一位赖赏这样子。然后我们透过视讯，让孩子跟洪主任能够视讯的一些对话。好，我们小朋友在跟你挥手，看到了吗？哦，看到了 ，Hello， 又在挥手。荧幕在这里。对，荧幕在这里。请问洪主任，你目前最高树是多少公尺？你们看到影片里面，我那个树苗种下去是不是都小小棵？对啊。好小棵哈，那个时候有的像桃花心木，那个时候差不多20公分而已。现在呢，最高的桃花心木大概已经有500公分以上了，就5公尺哦，甚至比5公尺还高一点，就可能到你们快要2楼的楼顶那么高了哦。他们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洪主任的圆梦森林去看一下哦？他们称呼那一块地为洪主任的圆梦森林。学校那时候有一位许根伟老师带着他们班的孩子培育了一批学校的原生树种的树苗。那我们就在孩子的期许之下，那我们就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行程，让孩子能够亲自到洪主任的圆梦森林。那就这样，我们就很开心的带着我们学校的小树苗，亲手把这些小树苗种到土地上，让它们能够真的落地生根。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鸟巢。对，一般来讲，鸟巢会不会坐在你住的旁边啊？因为你会吵到它，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还不错，就是它生态很自然，所以你看它做了一个鸟巢就在这里哦，你看。好，请你看这一颗，有没有看到？你看哦，它的刺是在怎么样？在下面的地方刺很大，很明显，有没有看到？然后呢，你如果到上面呢，你看上面的刺就变得很少啊。那为什么它下面刺那么多呢？就是因为要保护它自己。这个也叫做鸟笼榻。树这里是小鸟种的哦，它吃了它的果实，然后在这里大便，让它长出来。这个是同一个时间的哦，所以原生的土地公种的小鸟种的，比我们种的长得还要快啊。请你看这个地上有没有坑坑洞洞？有没有？这个就是山猪它挖的洞。它为什么？因为山上可能没东西吃了。现在开始下雨以后，竹子就有竹笋出来。这个就是乌心石，乌心石是台湾很棒的树种之一哦，它非常的怎么样硬哦。我们做砧板就是用这个乌心石。那乌心石要种几年才可以用呢？几年？50年。这个是乌心石，你看这么大颗哦。4年它长这么多，因为这里很潮湿，所以它长得非常的快。这个是乌心石，雷公夫不是长在这样的地方。等它，这个叫孝楠，它是台湾5种最棒的针叶的前5名之一的。它这个可以做什么？做那个线香，人家可以驱邪好，请说。1颗多少钱哦？我不知道，你要看园艺的。这样你要买的话，应该要超过1000块以上，1、2千块哈。这个已经种4年，但是我刚刚跟你们讲，桃花心木如果被砍掉，它会从旁边怎么样？长新的。但是这个万一你把它砍下去呢，它就怎么样？它就死掉了，它不会从旁边再长新的哦。所以你看，虽然它可以活5000岁、8000岁，可是它不能够被砍了，它就怎么样？就提早结束了哈。甜点也会吗？那你还可以接。那稍微割到没有关系。割到没关系，割到有可能它会有细菌感染，但是通常都还好。但是你如果把它砍断了，它就不会从
旁边再长新叶。这是什么树啊？菠萝蜜，乡村对，这是乡村，我买这里说种下去了。一整路上其实孩子都是分工合作，然后互相帮忙，因为有很多工具是很重的。像我们市区的孩子就比较没有种树的一些经验，然后所以都挖得很辛苦。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叫锄头，考古学家的有十字架、十字钉、好，十字镐讲对了。好，十字镐它有两边，这边比较宽的，有没有？那这边呢？尖尖的。挖这里的地，或者是你们在家里，我建议先用这个，除非它土是很软的，对，很软的你就可以用这边。但是因为很软的土里面有什么东西？有蚯蚓，对不对？这样下去很容易蚯蚓就怎么样？就被你切断了。所以最好是用哪一边？这边尖尖的，因为它面积比较小，对不对？挖到它了，可能它整条的蚯蚓都还好。但是用这边下去，可能就会切两段。好，等一下哈。是我这个不够深。当他们真的把树种下去的那一刻，我就从他们的眼神当中，你可以看到那种充满希望的眼神，就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小朋友，我们今天的食物都是素食的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有面，对不对？还有什么？面过来是什么？谁知道？什么？豆芽菜、豆芽菜过来呢？豆干吗？过来呢？豆干。好，来你来一碗这个。哎，还有高丽菜呀。高丽菜，对不对？两只手，然后两张。耶！拜拜，再见，撒由那拉。我觉得洪春金主任很厉害，他种了很多树，到那边可以亲身自己体验种树，还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感觉种树很辛苦，但是种下去的时候也感觉很快乐。看起来种树很轻松，但是种起来挖土那些都要很用力，感觉很辛苦。